参与 PlayStation 项目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理念，正如丸山茂雄所说，我们要作为后来者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当时索尼是最后一个进入游戏机市场的公司，而任天堂和世嘉已经是这个领域的强者。如果索尼想要成功，就必须要打败他们。丸山茂雄总结了索尼将要面临的挑战。首先，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任天堂在做什么，并确定软件开发商、分销商和用户对它不满意的地方。然后我们需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索尼的策略是找到竞争对手的弱点，并利用这些弱点为自己创造优势。这正是作为市场后来者的独特机会。要让一个视频游戏平台成功，很多条件都必须具备，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充足的游戏软件供应。那么索尼公司如何才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呢？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索尼没有自己的游戏软件开发部门，他们完全依赖第三方公司来提供游戏软件。至于索尼的竞争对手世嘉有很大的不同，世嘉拥有一个强大的游戏软件开发部门，可以将街机游戏中的成功作品直接移植到他们的主机世嘉图形上，这让他们在游戏内容上有很大的优势。但对于 PlayStation 来说，这种优势并不存在。索尼内部的软件开发团队虽然由丸山茂雄领导，但远远不足以支撑整个游戏平台的发展。因此 PlayStation 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索尼能否吸引和获得大量第三方游戏开发者的支持。对于索尼公司来说，得到第三方游戏开发商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游戏开发商不会仅仅因为索尼的品牌影响力而直接加入进来，他们更关注的是平台本身的吸引力。索尼需要向这些开发者证明 PlayStation 是一个有利可图、有吸引力的平台，值得他们投入时间和资源去开发游戏。在选择游戏平台时，第三方游戏开发商不会参与那些不成功的平台，他们会密切关注市场，看看哪些平台正在击败竞争对手。第三方游戏开发商非常注重商业机会，他们会很敏锐地识别哪些平台可能成功，然后迅速进行投资。只有当他们认为一个游戏平台有很大的成功潜力时，他们才会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进行游戏开发和平台支持。那么索尼公司当时是如何说服这些公司参与 PlayStation 项目呢？一开始在索尼内部的讨论并没有得出答案，因此他们决定直接去找第三方软件公司了解情况。从1993年5月开始，丸山茂雄、德中辉久、佐藤明，曾经的索尼计算机娱乐公司副总裁和久多良木县组成的团队，在3个月内的时间里，他们走访了日本全国100多家公司，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到南部的九州。他们不仅希望与这些公司的管理层见面，还想接触到游戏软件开发者。索尼制定了一个2阶段的策略来吸引第三方游戏公司支持 PlayStation 平台。第一阶段是利用 PlayStation 的技术优势来吸引那些实际制作游戏的创作者，如游戏设计师和开发者。他们希望这些创作者会因为 PlayStation 的先进技术而感到兴奋，进而在他们所在的公司内部推动决策者如高层管理人员去支持 PlayStation 平台。第二阶段是当游戏设计者们被吸引后，他们会向自己的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促使公司整体支持 PlayStation。然而索尼的计划通常被打乱，因为初次会面时通常是管理层主导，而开发设计者们则处于次要地位。这些公司管理层常见反应是对索尼涉足电子游戏领域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极不明智的，并且他们会对久多良木县的团队说：“你们不应该进入电子游戏领域，我们这么说是为了你们好。”所以 PlayStation 的技术优势很难向这些高层领导传达。负责制定 PlayStation 营销策略的佐藤明认为，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很明显我们无法与任天堂匹敌。我们去拜访软件公司时，其实心里清楚他们会拒绝。当我们邀请他们加入时，这些公司都会说 3D 计算机图形技术至少还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成熟。只有那些对软件开发现实一无所知的人才会讨论用计算机编程游戏。在电子游戏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不是业余人士能够轻易涉足的。如果有人认为能够在这个行业轻松赚到钱，他们将会发现实际情况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这些公司的建议确实是出于好意，因为他们想要提醒索尼进入电子游戏行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索尼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深刻的理解，他们才能踏入电子游戏领域。1993年6月25日上午，索尼团队拜访了一家以制作角色扮演游戏 RPG 闻名的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叫艾尼克斯。在会议结束后，索尼团队得出结论，认为与他们会面的艾尼克斯公司不适合成为 PlayStation 平台的早期游戏开发合作伙伴。
艾尼克斯方面表示，在日本市场，除非硬件销量至少达到300万台，否则我们不会参与平台开发。NEC 和世嘉在这一点上都没有达到，而即使 PlayStation 却是卖出了300万台。我们要看它与其他平台竞争中的表现，然后再决定是否加入。久多良前和团队在会后的报告中写道，目前阶段无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 PlayStation 销量达到300万台，我们将再次拜访他们。当时超级任天堂的销量已经达到了800万台，因此在市场上被认为，如果一个新的游戏平台能够达到至少300万台的销量，就可以被视为成功的最低标准。换句话说，300万台销量是评估一个游戏平台是否成功的基本门槛和最低要求。游戏主机要被认为是成功的，必须在上市的第1年内快速售罄。也就是说，产品需要迅速受到市场欢迎并大量销售。相反，如果产品销售速度慢但稳定，这样的销售表现仍然不够优秀，因为一旦被其他竞争平台超越，这款硬件就很难成为行业的主导者或市场标准。此外，游戏软件开发公司通常不愿意为一个销量不佳的主机平台开发游戏，因此 PlayStation 如果能达到300万台的硬件销量，将被视为一个明确的成功标志。而在同一天，索尼团队还拜访了另一家主要的 RPG 游戏开发公司史克威尔，他们的反应与安尼克斯公司相同。我们会考虑加入，但前提是如果硬件销量超过300万台，我们会考虑参与。我们使用大型团队进行开发，因此不会参与那些不能支持单个游戏销量超过100万的游戏平台。硬件销量必须达到300万台，并且硬件和软件的总价格应该低于300美元。以松下的 3DO 游戏机为例，虽然 3DO 性能很好，但售价高达700美元，这个价格太高了，不利于广泛销售。如果索尼能将硬件定价在250美元左右，你们就有可能成功。再次，久多良木健的团队在报告中写道，目前阶段无需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 PlayStation 销量达到300万台，我们会再次拜访他们。这种基于销售量的市场策略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美国市场 N64 和 PlayStation 这两个游戏平台可以同时存在并取得成功，但在日本市场情况有所不同，通常只有一个游戏平台能取得主导地位。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更能接受多样化的选择，比如有人喜欢 PlayStation， 有人则偏爱 N64， 这都不成问题。然而在日本，人们往往更倾向于随大流，喜欢和周围的人保持一致，以避免被认为与众不同。这种从众的心理给人一种安全感。因此，如果大家都在使用 PlayStation， 而你选择购买 N64， 这种不随大流的行为可能会让你显得与众不同，甚至会被孤立。举个例子，当所有同学都有 PlayStation 时，要选择购买 N64 就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在那个时候，大多数游戏公司都认为 3D 计算机图形技术距离成熟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游戏行业普遍认为，要将 3D 计算机图形技术应用于家庭游戏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制作1秒钟的 3D 动画图形的成本高达30万日元，约合几千美元。这意味着在游戏中使用这样的技术是非常昂贵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高成本还只是制作动画图形的费用，更不用说将 3D 技术整合到家庭游戏机有多费钱了。当时的游戏公司南梦宫也对 3D 图形技术在家用游戏机上的快速应用持怀疑态度。南梦宫公司在与索尼的第一次会议上表示， PlayStation 的技术确实非常先进，但是我们怀疑这种技术是否能够应用于消费级设备。在与索尼接触之前，南梦宫在 3D 计算机图形技术方面有了多年的经验，并且已经成功的在他们的街机游戏中使用了实时 3D 图形技术。南梦宫认为，尤其是 3D 图形技术不适合用于家用游戏设备。南梦宫公司对家用游戏机市场的看法是，这个市场的消费者对价格非常敏感，畅销市场的 SFC 的售价为160美元。南梦宫认为，除非游戏机的建议零售价低于398美元，实际销售价格低于300美元，否则无论性能多好都很难畅销。相比之下，当时一台使用计算机图形技术的街机游戏机价格高达18000美元。尽管吃了很多的闭门羹，久多良木健和他的团队还是觉得从这些交流中获得了宝贵的信息。第三方游戏厂商向他们详细解释了这个行业的艰难之处。久多良木健和他的团队从中也了解到了一些在这个行业中特有的严苛条件和他们即将面临到的复杂问题，包括产品退货的困难、高额的版权费用、无法满足的重复订单。科乐美的董事总经理北上和美后来回忆道，索尼联系了我们，请求召开一次会议，因为索尼计算机娱乐公司 SCEI 刚刚成立，所以他们是以索尼的名义提出的
请求。但索尼方面并没有说明会议的具体内容，只是说想见见我，我出于好奇就同意了。会议当天，索尼派来的代表有德中辉久、久佐良木健和丸山茂雄。我是科乐美方面的唯一代表，我知道索尼在游戏市场上没有经验，所以作为一个更有经验的人，我向他们介绍了这个行业的各个方面。我认为他们愿意倾听我们的需求是非常明智的，这种态度与任天堂截然不同。会后，久佐良木健先生经常来找我，询问我们需要多少硬件、内存以及什么样的手柄控制器形状更适合玩游戏。不幸的是，这需要巨大的投资，所以无论我们做多少次商业模拟，结论总是一样的：不要去做。经过大量的研究，北上和美对行业现状非常了解。当时任天堂的游戏主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行业标准，所以他告诉久佐良木健，如果想要进入这个行业，他们必须做好面对艰难挑战的准备。但他并没有让索尼放弃尝试进军主机市场。索尼方面静静地听着北上和美的建议，当他们离开会议时，都感到有些茫然。然而，索尼团队并不满足于仅仅听取别人的意见，无论这些建议多么负面，他们都努力地将学到的东西融入到他们的商业计划中。为 PlayStation 撰写商业报告的德中辉久认为，即使有软件公司建议索尼不要进入游戏行业，索尼也不应该因此放弃。相反，索尼需要思考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他当时给出的建议策略是，面对问题时不是退缩，而是问自己如何建立一个解决问题的流程。1993年8月26日的那一天，久佐良木健和他的团队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索尼团队坐在他们位于木章的办公室中，等待于卡普空公司的下午会议。卡普空公司以其格斗游戏闻名，这场会议在下午2点开始，但气氛显然很奇怪。这是索尼团队与卡普空的第2次会议，而在这次会议中，卡普空公司的态度和立场与第一次会面时完全不同。卡普空公司在第一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索尼进军游戏行业的怀疑，甚至有些嘲讽。他们质问：索尼真的想在游戏业务上自取灭亡吗？卡普空特别提到，他们是一个专注于 2D 图像的公司，对 3D 图像技术没有兴趣。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参与合作的前提条件，即全球硬件销量必须达到大约300万台。久佐良木健和他的团队认为，卡普空公司不太可能会参与支持 PlayStation 平台。卡普空公司之所以设置300万台全球销量来作为参与 PlayStation 的条件，是因为他们爆火的街头霸王系列格斗游戏的市场和销售是面向全世界的，因此他们希望 PlayStation 平台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用户基础，来确保他们的游戏能够有足够的市场。吃了闭门羹的久佐良木健还是用那句老话来回应他们：好吧，那我们等销量达到300万台时再拜访他们。然而，卡普空公司表示，他们仍在考虑索尼方面的提议，因此安排了1993年8月26日的第2次会议。到了预定的那一天，索尼再次与对方公司举行会议。和上次会议一样，索尼首先进行了平台的口头描述，接着播放了视频演示。然而这次的会议情况和上次完全不同。这一次，卡普空公司没有再询问硬件的问题，也没有提到 2D 和 3D 的区别，他们的问题全部集中在其他方面，比如价格、分销和市场策略。卡普空公司甚至表示，目前有很多不同的平台，但其中我们对索尼的 PSX 特别感兴趣，这完全颠覆了他们之前的态度。之前，卡普空认为索尼至少需要卖出300万台 PlayStation 硬件才可能考虑与索尼合作。然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卡普空公司明显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从原来保守和怀疑转向了更为积极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让卡普空公司改变了想法？大家一定想不到，是一款游戏。世嘉的 VR 战士。卡普空团队的人在会议上说，太棒了，我们震惊于计算机图形真的能够实现 3D 运动。就是在当天，世嘉在木章游戏展上发布了他们的街机游戏 VR 战士。卡普空公司的团队早上参观了游戏展会，见识到了 VR 战士游戏。VR 战士所展示的 3D 效果彻底震撼了卡普空的团队。VR 战士成功的将 3D 图像技术应用于商业化的游戏中，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VR 战士的出现迅速改变了游戏开发厂商对索尼的态度。在
在此之前，他们对索尼的演示毫无兴趣，对索尼进入游戏市场的决心也持怀疑态度。所有游戏厂商的回应都如出一辙，如果索尼能卖出300万台硬件，他们会重新考虑。VR 战士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在亲眼看到 3D 图像动起来之后，游戏软件公司开始认真对待 PSX 项目，有些公司甚至主动联系索尼，询问更多关于 3D 计算机图形技术的信息。岛正辉久之后回忆到这段故事时说道：“我们真是对世嘉充满感激 ，VR 战士发布的时机真是恰到好处，他们证明了用 3D 图像制作游戏是可行的。从那时起，局势开始向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从世嘉发布 VR 战士后，游戏技术的趋势正从 2D 图形向 3D 图形转变，而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游戏厂商开发 3D 游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世嘉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发布的 VR 战士却助长了 PlayStation 的发展。因为一款游戏的发售，世嘉无意间为索尼的 PlayStation 项目铺平了道路。游戏厂商、开发者们看到了 3D 图形技术的潜力，他们的态度也从怀疑转变为了兴趣，甚至开始主动寻找索尼合作。3D 技术的兴起改变了游戏行业的规则，而索尼恰巧抓住了这个转变的契机。然而，这只是 PlayStation 崛起的开始。之后，索尼是如何进军游戏机市场？他们的目标又是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吸引各大软件公司加入的？在1993年秋天10月28日的演示会上，索尼展示了什么样的技术创新，让在场的工程师们都惊叹不已。他们如何凭借一只栩栩如生的 3D 霸王龙彻底扭转局势？这些问题将在下一期视频中揭晓，大家敬请期待。制作视频查找资料不易，如果您喜欢阿段制作的主机游戏发展历程，不妨在 YouTube 订阅我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